1993年11月18日晚上8点，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业务值班室值班员接到皇姑区公安分局报告，皇姑区柴河街一户居民家中发生杀人案，要求刑警支队派员勘查。案发地点是柴河街一幢居民楼的1单元5楼1号。在某公司工作的何伟泪痕满面地向公安民警介绍了情况。他说，在晚上6点30分下班到家，敲门没人开，以为妻子陈东没有在家，就掏出钥匙开了门。一进门顿时嗅出了一股强烈的煤气味，他奔到厨房，看见煤气胶皮管被拔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往北屋一看，双人床上有一团被子，打开灯把被子拿开，只见陈东下身赤裸地躺在床上，两腿垂在床下。陈东，陈东！他大声喊着，用手去拽妻子，可是妻子不回答。细看他的脖子有吓人的伤口，身子下面有大片的血迹，人已经气绝身亡。公安民警听着何伟痛彻心扉的哭诉，无不为之动容。从他和被害人的年龄还有室内的装修陈设来看，显然是新婚不久。没想到突降大祸，毁了这个刚刚诞生的家庭。现场勘查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这对新婚夫妇住的是2室1厅，外层是防盗门，里层是木板门，门框门锁都没有撬压痕迹。技术人员判断，犯罪分子是尾随跟进，或者撬开门以后入室作案的。厨房水池里有少量血水，一把菜刀上有大量血迹，显然是凶器。何伟说，菜刀是他家的。现场勘查表明是一个人作案。法医验尸，陈东颈部有砍创与刺创2种致命伤，砍创是那把菜刀所致，刺创为双刃刺器，经分析应该是犯罪分子携带的，但是现场没有发现该凶器。被害人血型为 A 型，阴道分泌物中检出精虫为 O 型，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是先杀后奸。何伟说，他妻子身上的黄金首饰都不翼而飞。经检查确认，丢失3枚金戒指、1副金耳环、1条金项链、1只菲亚达女士手表、1只银手镯，还有1台松下牌录像机，总价值4300元。调查楼内邻居，人们没有在案发前后发现可疑迹象。鸽子笼式的楼房几乎把人们相互间的联系隔绝了。陈东是辽宁省一家大公司的出纳员，又是新婚，看来抢劫财物是犯罪分子的主要目的。从现场门锁分析，有侦破人员认为是熟人作案，于是警方的侦破工作围绕陈东的单位、亲友、邻居等方面关系全面展开。可是1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什么进展。陈东的遗体就要送去火化了，何伟及其他亲人悲痛万分。人们见了无不搓叹同情，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此时此刻那个夺取陈东生命的凶残的分子就近在咫尺，混在人群之中看热闹。杨世昌走上4楼的家，不禁一愣，自己的孩子背着书包站在漆黑的家门口。他问，你怎么不进屋呢？孩子的表情显得有点委屈，我妈没在家。她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杨世昌上前敲了几下门，屋里果然没有声音。他有点纳闷，妻子苏云是某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年近40，每当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家里的。让孩子站在外面挨冻，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杨世昌取出钥匙打开了防盗门，怪了，第2道门却没有上锁。这也是心系的妻子不曾有过的情况，他心中隐隐感到不安。打开灯，漆黑的屋子里顿时变得明亮起来。呈现在杨世昌面前的是他后半生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情景。室内一片狼藉，苏云
头西脚东，仰面躺在双人床上，上衣卷到乳房以上，裤子退至双膝下面。出事了！杨世昌拽起了孩子就往外跑，并且迅速报了案。当刑侦技术人员进入现场的时候，厨房煤气灶还在燃烧着，自来水龙头还在流着水，这说明苏云被害之前正在准备烧晚饭。不料凶犯突至，惨遭杀身之祸。水池里放着一把菜刀，刀上血迹斑斑，使那本来充满家庭温馨的厨房变得杀气逼人。勘查表明，苏云是在南屋门边被杀死的，那里的地面上有一片血迹，墙上有喷溅的血迹，但被害人未被奸尸。室内的抽屉都被翻动过，大量物品被倒扣在地上，一台松下牌录像机被劫走了，同时被劫的还有一条狐狸围脖、一个 BB 机和一些黄金首饰。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杂乱无章的物品，技术人员在被害人尸体旁的一张贺年卡上提取到了一枚血汗混合的指纹，经过检验不是死者的，是犯罪分子的。现场勘查中还发现了一张留言纸片，耐人寻味。那是一张印着病历序页字样白纸的上半部分，用钢笔写着：大哥，我是小峰，事已办完，1万元去我那儿取，小峰，92年1月3日。这张纸条是技术人员在客厅的一个小桌上发现的。杨世昌说，他当天早晨上班前没有见过这样一张纸条，病历序页纸是他家的，但他并不认识名叫小峰的人，在同事亲属中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也没让人办过什么有1万元报酬的事，妻子也从没有对他说起过这样的事情。侦查技术人员反复琢磨这张留言纸条，发现落款处写的时间很有意思，落款处注明是1月3号，说明这是案发当天写的，与案件有密切的关系，极可能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不过1994年却写成了92年，这只能有一种解释，犯罪分子慌乱中的笔误。那么留下这张纸条是什么用意呢？难道还有犯下杀人罪后留下条子并写自己名字的人吗？至少笔迹也是犯忌的。文检员说，纸条上的字在书写时运笔自如，不像在伪装。讨论案情时，不少侦查人员认为，留言纸条很有可能是犯罪分子作案前对被害人实施的一种骗术，或者是他在与被害人周旋时写的。由于作案后心慌意乱，急于逃离现场，把纸条遗落在现场。不过有人反驳说，犯罪分子在杀完人以后还能把被害人从门边拖到床上，从容不迫地妄图奸尸，说明他胆大妄为，不像作案以后急于逃离的人。如果说遗落了那张纸条，那也是匆忙中疏忽所致。引起侦破人员们最大兴趣的一个问题是，犯罪分子真的叫小峰吗？侦查人员们几乎是众口如一地予以否认，除非他是傻子疯子，还从没有听说过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杀人现场上的罪犯呢。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武松不是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鸳鸯楼的墙上了吗？在座的人为这善意的抬杠轰地笑了，不过谁也没有反驳。事情明摆着，今天的犯罪分子怎能和当年的武松相比？何况那是小说。菊萍骑着自行车从沙山街向凌空小区驶去。春节过后天气更冷了，回家的路很滑，他避开冰雪路面骑得很是谨慎。菊萍年逾40，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在一家公司做统计员，丈夫在某厂工作，女儿正读初中，一家3口人夫妻恩爱，女儿懂事，小日子倒也其乐融融。菊萍绝没有想到，在她身后正有一双凶狠的眼睛一直在耐心地盯着她。她的家在6楼，因为上楼走得急，进屋以后有些气喘。外面有人敲门，是谁呢？菊萍打开里面那道门，透过外道门上的猫眼向外看，
只见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微笑着站在门前，他问道：“你是谁呀？”“啊，我是电业局的，看看电表。”电表装在屋里，沈阳市的电业管理部门实行居民提前购电的办法，老百姓称之为买电。电业局为了防止居民滞购，派人不定时的到居民家中抽查督促。菊萍没有想别的，开了外道门，让那个青年进来，然后转身到右边卧室取买电的卡片。那个青年已经跟进来了。菊萍把卡片递给他说：“你看，我家买的电还没用完呢，没超。”那个电业局的人接过卡片看了看，嗯了一声，看样子很满意。他把卡片还给了菊萍，菊萍接过来往卧室里送。突然，一条绿色绳子从后面套住了他的脖子，然后越来越紧。当他意识到进屋的是个坏人的时候，已经喊不出声了。那个家伙力气大得惊人，随着绳子越来越紧，他的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千不该万不该，就在这个时候，这家的女孩15岁的赵菊背着书包推门而入。“妈！”赵菊喊叫之后，并没有往常慈母那么一声温柔的回应。走出卧室的竟然是一个身高体壮的青年男子。赵菊不认识。“你是谁呀？”“我是你妈妈的同事。”但这骗不了机警的小菊。在那一瞬间，他用两眼的余光看见，在这个人的身后躺着母亲熟悉的身体。他已经长大了，知道在突发意外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反应极快，丢下书包，飞快地跑进厨房，嗖的拿起了那把母亲下厨使用的菜刀。与一个持刀的人对峙，这种情况倒是从没有遇过的，所以那个人愣了一下。不过眼前对面的是个不谙世事、身单力薄的小姑娘，他并不把她放在眼里。他凶狠地冲过去夺刀，小菊挥刀要砍，可是又在犹豫。长这么大，他从没和别人打过架，如果让他拿刀去砍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已经被认定是个坏人，也未免太难为他了。这样，当他砍过去的时候，刀显得是无力而又发飘，只把那个人一只手的虎口划了一下。他避过刀锋，一下子就把刀给夺了过去，将小菊逼进左边那间屋子，猛地把他按倒在地上，用刀比划着说道：“你把眼睛闭上。”小菊天真的以为只要照歹徒的话做，歹徒就会放过自己的吧，于是顺从的闭上了眼睛。手起刀落，可怜呢，小菊那贝里般的青春年华。1994年，沈阳市的公安民警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从1993年11月到1994年3月，先后在皇姑、铁西2个市区发生3起入室杀人抢劫案件，致4人死亡。犯罪分子胆大妄为，心狠手毒。经分析认定，这3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定名为串联3号公案。定为公案，除了强调案件本身的重大性质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层含义，要求沈阳市各级公安机关以至全社会密切协作，全力攻破此案。94年2月5日，菊萍、赵菊母女被害后不到1个月，在燕粉街一户居民家中又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被害人是一位年近40的妇女，名叫韩玲，某工厂工人。犯罪分子用绿色绳套将韩玲勒颈窒息，用取自厨房的菜刀砍颈，然后奸尸，抢去录像机和金银首饰等物品。起初，发案地区的公安机关是把自1993年11月以后发生的4起入室杀人抢劫案件作为个案侦破的。后来在沈阳市公安局统筹下，技术人员把这4起案子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并经刑警支队技术人员反复勘察现场认定，发现这几起案子有很多相同点，发案地点比较集中，9311111和9413彼此距离相距不远，9425和9431两案都发生在滑翔机场燕粉街一带，两案相距也很近。
如果把这4起案子在市区地图上圈起来的话，可以看出犯罪分子的活动区域是在城区西北、西南这样一个狭长地带，范围不大。4起案件被害人都是单身在家的中青年妇女。9425案件中被害的赵菊，据分析是在回家后与母亲相继罹难的。4起案件都发生在楼房里，而且楼层都较高。犯罪分子作案的目的相同，杀人、抢劫、性侵害是犯罪分子入室后干的3件事。4起案件中有2起奸尸，另2起虽未被奸尸，但被害人苏云和赵菊也都被扒下了裤子。2起奸尸都发生在床上，现场情况大同小异，杀人凶器相同。除9311案件，犯罪分子同时使用了菜刀和一种双刃刺器外，4起案件都是犯罪分子对被害人扼颈后，用取自厨房的菜刀砍颈，杀人灭口用意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后2起案件中，犯罪分子都使用了崭新的绿色绳子勒颈，并遗留在现场。侵入室内方法相同，4起案件中门锁都无一损害。犯罪分子用欺骗伎俩使被害人开门后入室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一段时间以后，杀人狂魔又露面了。4月21号午后3点多钟，住在镇玉小区1号楼的韩文芬正在家中闲坐，忽听外面有人敲门。韩文芬从某印刷厂退休以后，终日在家，难得有人到他这里来，他赶忙走到门口问：“谁呀？”外面有个男子的声音：“大姨，我找警察。”韩文芬打开门，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站在门口。他高个子，壮壮实实，梳着分头，宽脸盘，大眼睛。韩文芬是个热心肠，他说道：“楼上有一家人是警察。”“啊，谢谢。”青年点点头，向楼上走去。韩文芬把门关上了。没过多大功夫，又有人敲门。他打开门，面前站着的还是那个人。他说道：“大姨，楼上警察家没人，我想借支笔给他留个条。”韩文芬想，这有何不可呢？他进屋找到一支圆珠笔，递给那个人。他接过笔，取出一个红皮本子，靠在走廊墙上写了起来。韩文芬不能总开着门，于是把门关上了。功夫不大，男青年敲门还笔，然后说：“大姨，你家有水没有？我挺渴的。”韩文芬回屋端了一碗自来水，男青年几口就喝光了。还碗时，男青年进了屋。韩文芬回屋端了一碗自来水，男青年几口就喝光了。还碗时，男青年进了屋。韩文芬问：“你找警察有什么事啊？”男青年说：“啊，我妈死了。”脸上显得很悲戚。至于母亲死了与找警察有什么关系，他没说。韩文芬也没再问。男青年要往外走，韩文芬跟在身后送他。很快到门边时，突然男青年猛地转过身来，刚才还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悲戚的脸一下子变得狰狞可怕，伸出2只铁钳般的大手掐住了韩文芬的脖子，并将他按倒在了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条绿色绳子勒住了他的脖子。这一连串的动作做的是那么迅速而熟练，韩文芬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刚喊了半句就已经感到了可怕的窒息，两眼金花乱冒。如果不是侥幸，韩文芬无疑会成为命丧杀人狂魔之手的第6个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里屋跑出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是韩文芬的儿子李翔。刚才母亲和那个人的对话，他在里屋听得清清楚楚，但懒得出来看。后来听见母亲惊悸地喊了一声，紧接着就是什么倒地的声音，他意识到了什么，抓起母亲锻炼身体用的塑料宝剑，冲出来就劈向了那个歹徒。歹徒没料到屋里还有一个人，赶紧松了手，推开门往楼下飞跑，边跑边大声地呼叫：“杀人啦！杀人啦！”等李翔追到楼下，
他已经不见了踪影。李翔急着回去看母亲，就没再追他。事后人们纷纷议论，那个犯罪分子够鬼的，他一会儿借笔，一会儿喝水，实际上就是在暗暗地观察那屋里除韩文芬之外还有没有别人。因为李翔没有露面，他才犯了判断上的错误。逃跑时他高喊杀人了，是为了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后面追赶他的人，以便逃脱。遗憾的是，母子俩没有报案，否则他们将会给公安民警提供一些关于歹徒体貌特征等很宝贵的线索。因为迄今为止，他们是活着面对面看到那个杀人狂魔真面目仅有的两个人。小潘骑着一辆崭新的山地自行车来到曲金桥的家。曲金桥在有线电视台工作，比小潘小3岁。小潘是在舞厅里认识他的。小潘这次来找曲金桥不是头一回了。1993年11月，小潘打传呼约曲金桥见面。小潘说，我刚从大连回来，带回一台松下牌录像机，挺便宜的，你要不要买下来？曲金桥看了看，机器有8成新，就问道，哎，这是哪儿来的？小潘告诉曲金桥，他在工厂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在大连和朋友合开一家音像书店，书店旁边是一个旧物市场，卖什么的都有。这台录像机是在那里买的便宜货。曲金桥见小潘诚心要卖，就把他领到苏家屯，让女朋友的弟弟以1000元的价格把录像机留了下来。今天下午，曲金桥没上班，在家里等着小潘。他见小潘拎着一个鼓鼓的大兜子进来，就笑着问，哎，又买着便宜货了？小潘点了点头，从兜里拿出一台录像机，一件貂皮大衣。嘿嘿，你看这件皮衣不错，你给你对象穿上保证好，就留下吧。啊，我就是有心给对象买，也买不起呀。小潘面露诚恳的神情说道，如果想要，你有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谁让咱们是朋友呢？两个人商议了一会儿，最后曲金桥以900元的价格留下了那件貂皮大衣。那台录像机又经他介绍卖给了苏家屯的一个朋友。夜幕降临，小潘来到岳秀华家。到目前为止，已经24岁的小潘还没找对象，只有姘头。岳秀华就是一个，他比小潘大5岁，他们是4年前跳舞时候认识的。岳秀华的家离小潘家不远，小潘到他家很方便。今夜她的丈夫不在家，这次幽会是两个人事先约定好了的。两个人春风一度之后，小潘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里面露出了一条金灿灿的项链。这件东西小巧而又普通，岳秀华可以骗丈夫说是镀金的。小潘得意地把金项链挂在岳秀华白净的脖子上，他相信这东西不会是假的，忙问道，哪儿来的？抢的。没正经的。岳秀华伸出2只光溜溜的粉臂，紧紧地勾住了小潘粗壮的脖子，啪嗒一下，在他的脸蛋上狠亲了一口。为了捕捉这个一再入室杀人抢劫的狂魔，公安民警布下了一面巨网。沈阳市公安局组织大批警力开展侦破串联3号公案的工作，先后多次召开全市公安派出所所长以上民警和企业保卫干部会议，专门作出部署，出动1万多人次警力上岗堵截，并结合各部门的业务，在巡逻打击现行、审查嫌疑人、查获赃物、扫黄禁毒打赌等项工作中广泛收集线索。刑警支队技术部门根据9413案件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指纹做了大量的鉴别工作。可是那个杀人狂魔并没有销声匿迹。7月1日、8月24日、9月19日，他又犯下了3起入室抢劫罪行。1994年7月1日案件的被害者是某厂的会计员，40岁的尹玉秀。
尹玉秀被犯罪分子用绿色绳子给勒颈，然后用菜刀砍颈。家中200元现金及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金耳环被劫。技术人员从现场提取了一枚足印，认定是犯罪分子遗留的。8月24日案件的被害人白德之46岁，被害人被奸尸，犯罪分子劫去金戒指、金项链等物品。9月19日案件被害人陈玉文38岁，被犯罪分子用绿色绳子勒颈而死，被奸尸，抢走价值近万元的黄金首饰。绳套又是绿色绳套，还有取自厨房的菜刀。刑侦技术人员面对这2种凶器，好像看到那个犯罪分子气焰嚣张地说：哼，看吧，这又是我干的。稍加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上述3起入室杀人抢劫案件还是那个杀人狂魔所为。专案组的侦查员们注意到，从9311111到94919这8起案子，杀人狂魔大致平均每1个月干1起案子。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哎呀，不好了，咱们这儿出了一个入室杀人狂魔。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不胫而走，特别是中青年妇女谈之色变，觉得即使躲在家里也没有安全感。把压力变成动力，不侦破串联3号，绝不收兵。在这个口号下，全市公安民警怀着对犯罪分子的强烈义愤，同仇敌忾，立下了军令状，投入到了侦破工作之中。这个小潘很喜欢妹妹小雨，他把一枚金戒指送给了她。小雨受宠若惊，将那个金黄色的戒指戴在手上玩弄了许久。他笑着问道：哥，这多少钱买的？小潘则显得很不在乎，一副大款气派：嘿，别提钱，这是送给你的礼物。这是小潘第3次送给妹妹贵重的东西了。去年冬天他送给她一只菲亚达女士手表，后来又送给她一对金耳环。小潘爱妹妹，也爱母亲张玉春，有了好东西自然不能不送给母亲。他给过母亲金戒指和金耳环，还有一条金项链。那条金项链很别致，吊坠是一个小金佛，这东西不像是国产的。张玉春戴上以后，借逛商店的机会留心地看过，没有发现重样的。30不俏40俏，刚过不惑之年的张玉春正是喜欢打扮的时候，现在靠着儿子把3大件儿都武装上了。这小子做买卖越做越活了，连金子也倒腾。身为父亲的潘大江插了话，作为一名教师，他不能不关心儿子，只是许多事情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潘大江是农村人，张玉春是下乡知青，他们的结合是当时那个大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儿子是在农村长大的，回到城里已经17岁了。1992年，他托人把儿子安排到振兴工具厂，可是儿子没心思工作，从1993年下半年就不上班了，做起了买卖，什么赚钱就卖什么。没想到他越干越大发，连贵重的黄金首饰都倒腾起来了。沾了小潘做买卖的光的不只是家里人，还有他的伯父。伯父潘大海在农村，儿子要结婚想买录像机，他听说侄子总倒腾那玩意儿，明明挺贵又挺新的进口货，却要价很低，就让侄子给买一台。侄子很快就把这事给办成了，才花了700元钱，便宜透了。看见儿子能赚钱了，潘大江很高兴。儿子从小到大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记录，不过也有叫他不放心的事，就是儿子近来经常夜不归宿。问他说在朋友家住着。潘大江曾经想到他的朋友家里去核实一下，可是又顾虑这样做是对儿子不信任，就没有去。后来因为住房拆迁，全家借学校仓库住，条件很差，加上儿子经商常去大连、丹东等地，不回家的时候就更多了。究竟儿子现在何处栖身，他这个当父亲的根本就不知道。他对妻子说，
儿子大了，管不了了。不管怎么说，他没忘了这个家，还挺有孝心的。张玉春也有同感，看了看手上的金戒指，欣慰地笑了一笑。吴明石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恨不能马上回到家向妻子问个究竟。事情是由内地长波打来的那个电话引起的。今天上午吴明石正在单位，长波给他打来电话，说姐姐常妮的 BB 机有些不对头，他有事给姐姐打传呼，没想到回电话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的声音。喂，谁传我？长波听出声音不对，不由一愣。你是谁呀？那个女人反问。你是谁呀？我是长波，找我姐姐常妮。什么长妮短妮的？长波以为自己打传呼时把号码打错了，耐着性子问。喂，你的 BB 机号码是多少？对方就把号码说了一遍。这不是我姐姐的 BB 机吗？怎么到了你的手里了？那个女人好像是很得意。现在她可归我了，我是刚从一个男人手里买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姐姐的 BB 机被人给偷去了。长波这样想着，他就说道。对不起，你买的 BB 机是赃物，还给我吧。那个女人就生气了。赃物怕什么？我是花钱买的。他把电话撂下，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长波再传他再也不回电话了。长波如坠入无里雾中。姐姐常妮虽然才28岁，却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在某公司做财务总监，公司对她很是器重，为了便于工作，为她配备了一个摩托罗拉 BB 机，后来又配了一部手机。想到那部手机，长波又给姐姐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说常妮不在。长波又给姐夫吴明石打电话，把姐姐 BB 机的蹊跷事件就告诉了他。吴明石来到家门前，用钥匙开了头道门，一眼看见第2道门的锁孔上插着妻子常用的那串钥匙。这是怎么回事？他推开门，打开灯，看见常妮常穿的那双鞋放在鞋架上，可是房间里却没有她的身影。他拉开厕所的门，常妮头里脚外的躺在厕所里。常妮！他抱起常妮的头，看见常妮的脖子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流出的血已经凝固了。他脑子轰的一下子，差点昏厥过去。公安技术人员勘察现场，发现常妮脖子上还紧紧环绕2周的缠着一条崭新的绿色绳子。犯罪分子劫去手机、BB 机各一部，还有录像机、金银首饰和现金等。面对又一起血淋淋的惨案，串联3号专案组的公安民警们再一次被激怒了。不捉住这个杀人如麻的犯罪分子，愧对人民群众，又何言再成卫士？犯罪分子从被害人家中劫去一部手机，这是串联3号公案前8起案件中没有过的情况。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但专案组的干警们都有些兴奋，好像看见那只饿狼叼去了猎人投下的诱饵。沈阳市公安局领导与专案组、刑警支队的同志一起研究案情，提出能不能在那部移动电话上做文章呢？破案员们的工作得到了无线电话局领导的支持。经过核查确认，被劫的那部移动电话在发生案件的11月8日当天共打出了电话8次。侦破人员在常妮工作的公司进行调查，了解到常妮是上午11点30分从单位出来的，排除上午公司内部人员，包括常妮用那部手机打出的5次电话，还有3次电话是下午打出的，也就是由持有这部电话的犯罪分子打出去的。紧紧抓住这3次电话，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查得知3次电话的对象分别是泰丰电气修理部、电焊机联合2分厂、邮政大厅。这就是说，这3个单位与犯罪分子必有某种联系，或者他在这3个单位工作，或者那里有他认识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查得知，3次电话的对象分别是泰丰电器修理部、电焊机联合2分厂、邮政大厅。这就是说，这3个单位与犯罪分子必有某种联系，或者他在这3个单位上班，或者那里有他认识的人。1994-118案件发生5天后，专案组侦查员王晓峰等人来到了泰丰电器修理部。这是一家主要修理移动电话和 BB 机的个体企业，是临街的一间平房。老板姓杨，还有2个干活的，一个是老板的小舅子丁浩，另一个是从河北来的打工仔汪义胜。杨老板3天前去广州进货不在，便衣警察突至，引起一场骚动。丁浩躲起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怀疑。王小义让汪义胜把丁浩给找回来，问他：公安局找你了解情况，你跑什么？丁浩约有23、24岁，他不敢正眼看王晓峰，有些口吃的说道：我给人家修大哥大 BB 机，复制过别人的手机号，我以为是这事犯了呢，你们来抓我。看来是一场虚惊了。办案人员对他和汪义胜做工作，让他们仔细回忆11月8号那天下午有没有人用移动电话往他们这里打过电话。汪义胜和丁浩对视许久，想了想，都摇摇头，没有。事过5天了，他们是不是忘记了呢？王晓峰严肃地说：肯定打过，你们再好好想想。那2个青年又四目相对，有些茫然，他们不像是装的。王晓峰思索了一会儿，换了一个话题：8号那天下午有没有来修理或者是来卖移动电话的人呢？哦，我想起来了。王义胜忽然喊了起来：那天下午确实有人用大哥大往我们这屋里电话机打过一次，是我打的。哦，是怎么回事？王义胜说，8号那天下午大约1点半，来了一个男青年，拿着一部手机，说是他父亲的，打麻将的时候不慎的掉落在地上摔坏了，让他们给看一看。王义胜继续说，我就拿过来检查了一下，其实他并没有坏，只是他不会使用。我用那部大哥大往咱们桌子上这个电话就打了一次，让那个人去接，听听效果怎么样。他听了说挺好。那个人拿的大哥大是什么样的？是灰色的索尼牌的。丁浩抢着回答，他极想给公安人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他们说的移动电话的特征与丢失的移动电话相符。王晓峰和同来的侦查员显得很兴奋，他们认为那个男青年就是犯罪分子。丁浩说，他走了之后，我俩议论了几句，说那大哥大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怕不是好道来的。那个杀人狂魔作案从来都不留活口，被害人都含恨而死，所以至今谁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眼前这2个青年不仅看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待了很长的时间，互相有过交谈，这太难得了。侦破人员向他们详细的了解了那个男青年的体貌特征。他们边回忆边说，那人的年龄有26、27岁，身高在1.8米左右，长得结实，头发不太长，圆盘脸，他们叫他大饼子脸，大眼睛，穿水洗布上衣，棕色老人头皮鞋，骑一辆崭新的蓝色山地自行车。就这样，虽然并不清晰，但已有一定轮廓的形象就勾画出来了。后来有人将这个人的上述特征概括为大高个、大眼睛、大饼子脸。王晓峰又问他沿大街往哪个方向走了？丁浩说，往北走了。我担心他听见我们议论的那几句话，他临走时我特意看了他一眼，他骑上自行车往北走了。对于小潘来说，何婉珍比起岳秀华来是更加名副其实的大聘，因为他比小潘足足大了8岁。
何婉珍也是在舞厅认识的小潘，已经2年了。丈夫死后，她就和小潘同居。她死了男人，小潘没有结婚，2个人从偷情变为同居，都有一种安全感和轻松感。他们2个都明白彼此年龄上的悬殊，不过是露水缘分。可是由于各自的需要，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何婉珍难守空房，更喜欢小潘年轻，有男人气，出手大方。小潘给她买了金项链、狐狸围脖，小潘则感谢何婉珍对她顺从体贴。相比之下，和岳秀华的关系有一定风险，如果被她丈夫发现就有麻烦了。而在何婉珍这里则不必担心，尽可以住下去，家里正在拆迁，她能在这里有个安身之地，还有女人供她淫乐，何乐而不为呢？这样一想，年龄的问题也就不算什么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安乐窝连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特别安全。小潘和何婉珍之间的感情不错，不过也有吵嘴的时候。小潘虽然不是何婉珍的丈夫，但何婉珍对他比对那个死去的丈夫还抓得更紧。如果他夜不归宿，而又在事前没有和他打招呼，那何婉珍就要大发脾气，非得问个明白不可。前2天小潘晚上没有回来，今天下午他一露面，何婉珍更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头一句就问：你又上哪儿去了？啊，苏家屯。干什么去了？替别人催款。苏家屯才多远，你怎么不回来呢？哎，晚上酒桌上喝多了，回不来了，事儿没办完，第2天又住了一宿。哼，我才不信呢，没准儿哪个狐狸精又把你迷住了。何婉珍敲山震虎。这对小潘确实冤枉了，自从他和何婉珍同居后，连和岳秀华幽会都没有过。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大姐，这是没影的事儿，有你这么好的吗？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眼儿。小潘很乖巧，挺会说话，叫何婉珍听了心里特别舒服。不过何婉珍害怕失去他，年龄上的8岁之差在他心里面总是一道驱赶不掉的阴影。过来，让我看看。何婉珍说着动手翻小潘的衣兜，可翻了一阵，衣兜里只有一些现金，还有一条绿色的绳套。总带条破绳子干什么呀？何婉珍把绳套塞了回去。小潘淡淡的说道：有用。串联3号专案组查清了泰丰电器修理部的事以后，把目光又投向了电焊机联合3分厂和邮政大厅2个单位。电焊机联合3分厂不在市区，是个人承包的企业，职工仅有26人，这使破案人员们感到很高兴，迟钱好捉鳖嘛。11月20号，刑警支队3大队队长傅旭带领8名侦查员来到厂里做排查工作。工作还是从电话查起。8号下午，外面谁给这里打过电话？幸亏厂小，每天从外面打来的电话是有数的。据当天的值班人员回忆，8号下午曾有人给厂长打过电话，可是厂长患了脑血栓，正在医院治疗，这个电话就没接。侦破员来到医院，见到了那位厂长，向厂长讲了犯罪分子的大致年龄和体貌特征，让厂长回忆，在他认识的人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中国有句话叫急惊风偏遇慢郎中，现在的形势恰好相反，任侦查员们怎么急，那位厂长也说不了一句话。破案人员们只好耐心等待。不久，总算盼到厂长病情好转，开了金口。按照破案人员提供的案犯3大特征，厂长有名有姓地说了2个青年。技术人员立即行动，煞费苦心地觅取了那2个人的指纹和足袜印，分别从9471尹玉秀被杀案现场提取的足袜印和9413苏云被杀案现场提取的指纹进行对比，结果是否定的。刚刚有点眉目的线索又断了。打道回府吗？不能。傅旭想，
外面打进厂里的电话未必都是打给厂长一个人的，只不过厂长的电话往往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一些罢了。既然犯罪分子确实往这个小厂打了电话，那么在这个小厂里就应该有和他有关系的人。要想查出这个人，就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于是9名侦查员干脆就住进厂里不走了，分3个层次：厂内部职工、职工的亲属朋友、职工的社会关系，逐个查访，查找和那个大饼子脸有关系的人，不查出个持清见底儿，不罢休。